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我们来讲河南发现神秘养龙村。史记竟记载，古代真的有人养过龙。如果我告诉你中国历史上真的出现过一个专门养龙的家族，你一定会觉得这是神话。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出现在《山海经》，也不是民间传说，而是被司马迁亲手写进了《史记》。更诡异的是，在河南一片早已消失的古村附近，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地下溶洞、神秘祭坛、人工导水系统，以及大量关于幻龙氏的古老线索。难道2000多年前真的有人饲养过一种被称作龙的未知生物？公元前1100多年黄河仍未完全改道，中原腹地水网密布，河南西部与冀南交界之地遍布湖泽，那里曾存在过一个今天地图上早已消失的古老氏族。他们没有留下王朝，没有建立城池，却在中国最古老的史籍中留下了一段令人无法解释的记载。史记下本纪只有寥寥数语，帝舜命董父换龙，赐姓换龙氏，短短10几个字，却让后世2000多年史学家始终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史官为什么会把养龙写进正史？如果只是神话，它本该出现在《山海经》或民间传说，而不是司马迁亲自编撰历代帝王奉为信史的史记。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段记录并非孤证，在《左传》《国语》《拾遗记》等古籍中，同样反复出现了幻龙氏、玉龙氏这些名字。就像在夏商周以前，中原真的存在过一群专门侍奉、驯养某种被称为龙的神秘人群。故事要从河南西部一片如今几乎无人注意的古老土地开始，那里曾属于古夏王朝活动范围，也是黄河古河道与洛水支流交汇的区域。古地里记载，这里曾遍布天然深潭与地下暗河，每逢春夏，河水上涨，地面会不断冒出冷热交替的泉眼。当地老人至今仍流传一句古话：龙不起路，只居阴水。这句话看似民俗，却与数千年前关于幻龙氏的记载惊人吻合。纪录片团队查阅地方县志时发现，自明代开始，当地便不断出现关于龙潭、龙井、龙窝、龙眠坡等地名，而这些地名几乎全部围绕着一片古老塌陷盆地分布。地质勘测显示，这里地下存在庞大的石灰岩溶洞系统，部分洞穴深达数百米，至今仍无法完全进入。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些天然洞穴周围竟发现大量先秦时期人工修筑的石阶、水渠与祭祀遗迹。它们不像普通水利工程，更像是在引导某种东西进出地下水域。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据《国语·郑语》记载，董父并非普通百姓，而是出自专门研究水文、天象与动物习性的古老氏族。他奉帝舜之命触龙，以服世地，因此被赐姓幻龙氏。许多现代人认为这是古人把鳄鱼、巨蟒或大型鱼类神化后的结果。然而，当考古学者逐字分析古籍时，却发现一个无法解释的细节：处在先秦语境中并不是简单饲养，而是长期驯化。而服世地意味着这种生物不仅能够存活，还能被控制，并承担特殊用途。如果所谓的龙只是鳄鱼，为何中原历代帝王从未设立鳄鱼官职？为何幻龙氏能够因一项职业而成为世袭姓氏？更奇怪的是，古籍中明确记载，董父后来失其一龙，因此受到重罚。这说明当时至少存在数量不止一条，而且每一条都具有极高价值。纪录片顾问提出一种大胆却并非毫无依据的推测：所谓龙也许根本不是神，而是一种在史前时代幸存至夏初的大型未知动物。而幻龙氏则是最后一批掌握其生存规律的人。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如果继续沿着史料追查，会发现幻龙氏并不是唯一与龙有关的家族。在夏代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神秘氏族玉龙氏。左传记载，流泪学扰龙于幻龙氏，以示孔甲。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学扰龙3个字。扰在古汉语中并非打扰，而是安抚、驯服的意思。也就是说，刘备并不是第一次见龙，而是专门拜师学习如何控制龙。夏王孔甲极其喜爱这种生物，于是命刘累负责饲养。可是后来2条龙相继死亡，刘累竟因害怕治罪而连夜逃离都城。这里最大的疑点在于，如果只是神话，为何故事充满如此具体的人物关系、责任、制度和后果？更令人震惊的是，《史记·下本纪》与《左传》2部陈述年代不同，作者不同的典籍对这一事件的时间顺序竟高度一致，没有任何神话故事中常见的巨大差异。
这意味着他们极有可能共同饮用了一份今天已经失传的更早史料，而那份史料也许详细记录着一种今天已经消失的生物。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随着考古调查不断深入，河南西部一处被当地人称作养龙沟的古老山谷引起了研究人员注意。这条山谷终年潮湿，谷底布满天然泉眼，空气中的湿度远高于周围地区。上世纪80年代，一支地方文物普查队曾在这里发现一块严重风化的石碑，碑文大部分已经剥落，仅剩下几个依稀可辨的大篆：幻龙、天泉、进入。最初专家认为这不过是后世赴会龙文化而刻下的遗物，然而当他们继续清理周围遗迹时，却发现地下埋藏着数十根排列整齐的巨大木桩。经过碳14检测，这些木桩距今已有3000年以上。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每根木桩直径都超过1米，并非建筑承重，而是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形区域，中间连接着复杂的排水沟渠。整个布局既不像宫殿，也不像祭坛，反而更接近一座专门维护大型生物活动范围的设施。有人认为这是古代人工蓄水池，也有人提出它可能是某种巨型水生动物的饲养场。两种解释都没有决定性证据，却让《史记》中那句“帝舜命董父幻龙”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想象的现实场景。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调查即将结束时，一位年近90的当地老人向纪录片团队讲述了一段几乎无人记录的祖辈口述。据他说，祖上世代流传着一个规矩，每年农历2月初2之前，绝不能靠近山谷深处最大的泉眼，因为那里会有东西出来换气。小时候，他曾偷偷跟着父亲进入禁地，看见泉眼中央不断冒出巨大气泡，整个水面像烧开的铁锅一样翻滚。父亲当时脸色惨白，立刻拉着他跪在地上，一边焚烧艾草，一边低声念诵古老祭词。老人始终记得一句话：水开不是风，是龙醒。几十年后，他再次进入那里时，泉眼已经被塌方掩埋，可周围岩壁上仍能看到一道道深而平行的巨大刮痕，最长超过3米，彼此间距几乎完全一致。没有人能解释那些痕迹究竟来自什么生物，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它们不是某种早已灭绝的大型动物留下的。纪录片镜头缓缓推进黑暗的泉口，水滴不断落入深不见底的地下裂缝，而所有关于幻龙氏的历史也就像正从那里一点一点浮出水面。可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线索真正指向的并不是一种传说中的生物，而是一段可能被整个文明刻意遗忘的历史。而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如果把所有关于幻龙氏、玉龙氏的史料重新排列，一个几乎被历史掩埋的共同点便会逐渐浮现。所有养龙人的活动范围都没有远离同一种地形：深水、暗河、溶洞，以及能够终年保持恒温的地下泉系。河南西部伏牛山余脉、古黄河支流和洛河上游之间，正好拥有整个中原最复杂的地下水系统。现代地质调查显示，这片区域地下布满相互贯通的岩溶空腔，其中部分空洞高度超过20米，内部常年保持17至19摄氏度。无论外界寒冬酷暑，温度变化极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可如果把《史记》中关于养龙人的记载放进这样的环境，一切开始变得耐人寻味。纪录片团队发现，在当地保存下来的几份清代族谱里，竟然还有一个已经废弃数百年的村名——龙幻村。奇怪的是，这个村民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地图上，只在几部地方族谱和祭祀文书中短暂出现，随后便彻底消失，像有人刻意将它从历史中抹去。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为了寻找龙幻村的遗址，调查人员沿着一条废弃古道深入山谷。这条石板路宽约2米，每隔99步便会出现一块方形青石，石面中央凿着一个浅浅的圆坑。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古人放置灯盏的位置，可当无人机升空后才发现，所有圆坑竟然精确排列成一条蜿蜒曲折的弧线，如同一条盘旋在山谷中的巨龙从空中俯视。它既不像道路，也不像祭坛，更像一种巨大的引导系统。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石坑或许曾长期燃烧松脂和兽油，用火光形成连续光带，引导某种具有趋光性的生物沿固定路线移动。这个推论听上去近乎荒诞，却意外对应了11纪中一句极少被注意的话：昼伏于泉，夜隐而出。过去人们普遍把它理解成文学修辞，可若把它放进真实环境中，这句话似乎正在描述一种拥有昼夜活动规律的大型生物。
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山谷尽头，一座半掩于藤蔓中的石台出现在众人眼前。石台面积不足200平方米，却采用了极其罕见的黑色玄武岩砌筑。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岩石并不产于河南，而最近的玄武岩分布区距离这里也有数百公里。3000多年前没有大型运输工具，这些重达数吨的石块究竟如何被运到这里？石台中央刻着一道已经严重磨损的圆形纹路，外围分布着8条向外延伸的沟槽，每条沟槽最终汇入不同方向的地下泉眼。最初有人认为这是祭祀排水设施，但一位长期研究古代水利工程的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结构更像一套控制水流方向的导流装置，只不过它控制的并非灌溉，而是某种需要持续流动活水的封闭空间。因为沟槽内壁经过反复摩擦，竟形成了类似玉石般的光滑表面，说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水流高速通过，而且持续时间极长。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石台西侧不足30米的地方，一处坍塌洞口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洞口宽约5米，高近4米，洞壁没有天然岩洞常见的参差断裂，而是呈现近乎笔直的切面，就像曾被某种工具整齐修整。进入洞内后，空气温度骤然下降，四周不断传来水滴回响。走到约200米深处时，探照灯照见了一面巨大的石壁，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难以辨认的古老纹饰。其中最醒目的是一条身体细长、四肢短小、背部长有连续骨脊的巨大生物图案。它既不像后世龙纹那样腾云驾雾，也没有鹿角、鱼鳞和鹰爪，而更接近一种真实存在过的动物。它的嘴部细长，尾巴粗壮，身体紧贴水面滑行，旁边站着数名身材渺小的人，他们手中握着长杆，似乎正在投喂什么。纪录片顾问没有急于将它定义为龙，而是拿出了数种史前大型两栖动物和远古爬行动物的骨骼复原图进行比对。令人惊讶的是，那幅岩画与部分已经灭绝的大型水生爬行动物在身体比例上竟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古人真的见过史前生物，更不能据此证明龙真实存在，但至少说明3000年前的人们所描绘的龙，远比今天想象中的神兽更加贴近一种具体而真实的生命形态。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所有人准备离开洞穴时，地质雷达突然传来异常信号，石壁之后竟然存在一个直径接近70米的巨大空腔，而且空腔下方仍然充满液态水体。更令人意外的是，这片地下水域并非死水，而是持续缓慢流动，与附近10几处泉眼彼此连通。按照正常地质结构，这样规模的地下空洞极易坍塌，可它却稳定存在了数万年。专家推测，洞内应该存在尚未探明的天然支撑结构。然而，当雷达进一步扫描时，却发现空腔中央竟出现数十根规则排列的柱状反射信号，它们高度一致，间距几乎完全相同，既不像钟乳石，也不像自然岩柱。整个地下空间看上去更像一座被洪水彻底淹没的巨大建筑。有人提出，也许只是特殊岩层造成的误判，也有人怀疑这是古人利用天然洞穴改建的大型地下设施。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却都无法解释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一座3000年前的地下建筑会专门修建在如此隐秘而危险的深层地下水系之中？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这一发现引发激烈讨论时，一份尘封已久的地方文献再次进入研究者视野。那是一本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地方志残卷，其中记载着一句极少有人注意的话：岁旱则祭龙井，岁丰则封龙门，百姓不得夜进其水。短短18个字，却透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当地百姓祭祀的对象并非天空，而是地下。他们真正敬畏的也不是神灵，而是井下某种不可惊扰的存在。更加奇怪的是，每逢连续降雨，山谷里的老人都会主动封闭通往深谷的小路，直到泉水重新恢复平静才允许进入。他们解释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从来没人知道原因，只知道违背规矩的人大多没有再回来，没有尸体，没有痕迹，只留下山谷深处久久回荡的流水声。而纪录片镜头此刻缓缓拉远，整个山谷在晨雾中若隐若现，蜿蜒的古道、沉默的石台、黑暗的洞口和那片仍在地下缓缓流动的巨大水域，共同拼凑出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的疑问：幻龙氏真正守护的究竟是一种动物，
还是一道绝不能被打开的大门？而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历史上真正让所有线索发生转折的，并不是董父，也不是幻龙氏，而是夏朝最后一个人被古籍反复提及的名字——孔甲。《史记》记载，孔甲在位期间好方鬼神，事淫乱，后世因此普遍认为他沉迷巫术，导致国运衰败。然而，若仔细比对竹书纪年、国语、左传等不同文献，一个极少有人注意的细节便会浮现：几乎所有关于孔甲的记载都与龙同时出现。古籍明确写道：天降二龙，孔甲不能养，于是命刘类继续豢养。后来二龙相继死亡，刘类逃亡，自此幻龙氏的记载突然中断。诡异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正史中关于养龙人的所有记录，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戛然而止。没有战争，没有迁徙，没有灭族的详细经过，就像一整个负责养龙的氏族在某一天忽然从历史上消失了一样。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如果把时间放回距今约4000年前的河南西部，那个被后世称作龙幻村的聚落，也许正经历着最后一次祭龙仪式。夜幕降临，山谷四周燃起108盏寿油灯，灯火沿着食道一直延伸至地下泉眼。几十名身披兽皮与麻布长袍的幻龙人缓缓走入祭场，他们没有跪拜，没有高声祈祷，而是将一块块打磨光滑的黑色石片放入水中。随着泉水不断冲刷，石片彼此碰撞，山谷中渐渐响起一种低沉而连续的共鸣声。现代声学专家后来利用3维建模发现，如果食道、石台、地下、洞穴和泉眼同时产生共振，整个山谷便会形成一种稳定的低频声波，频率大约落在10几赫兹。这种声音人耳几乎无法清晰分辨，却足以让大型动物感知方向，也可能影响某些生物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幻龙氏真正掌握的也许并不是驯服神兽的巫术，而是一套利用水流、地形和声波进行引导的古老技术。这种解释听起来远比神话更加合理，也更加令人不安。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考古团队持续研究地下共振现象时，一份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地质勘探档案重新被翻阅出来。档案中记录，当年一支勘探队曾在伏牛山地下溶洞进行爆破测绘。爆破结束后，仪器连续数小时记录到一种极其异常的低频振动。起初所有人都认为是余震，可数据却显示这种震动并非来自岩层，而是来自更深处的巨大空腔。更奇怪的是，每隔约90分钟，震动都会重复一次，持续约40秒，然后再次恢复平静。由于当时技术有限，这份记录最终被归档，再无人深入调查。直到今天，仍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这一规律性的地下震动究竟来自何处。有人认为是地下暗河冲击岩壁形成的自然现象，也有人提出地下某些特殊空洞在水压变化下会产生周期性共鸣。所有解释都符合地质学原理，却都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偏偏将养龙村修建在震动最强的位置？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纪录片团队随后请来了研究古 DNA 与史前生态的学者参与讨论。一种新的观点开始出现：如果古籍中的龙并非神话，而是一种早已灭绝的大型水生脊椎动物，它完全有可能依赖恒温地下水域生存，并对低频震动极其敏感。类似现象并非毫无先例，现代鳄类、鲟鱼、鲸类，甚至部分大型两栖动物都能够感知远低于人耳听觉范围的低频震动，并依靠这种能力寻找同类或迁徙路线。于是，一个大胆却具有一定科学逻辑的推测逐渐成型。所谓幻龙氏，并不是养龙，而是在长期观察之后掌握了这种未知生物的行为规律。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不能靠近泉眼，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关闭水门，也知道如何利用声波和流水把这些庞然大物引导回地下水域。这项知识经过数百年积累，最终被神化为玉龙与幻龙。然而，真正让研究人员沉默的并不是这一推测，而是另一条被忽略的线索。在地下石壁最深处，一块此前始终被泥沙覆盖的岩面终于被完整清理出来。那里没有龙纹，也没有祭祀图案，而是一幅令人难以理解的场景。数十名人正站在一座高大的环形建筑外围，中央是一片不断翻涌的水面，而水面之下刻着一个巨大的圆形结构。它既不像宫殿，也不像祭坛，更不像天然湖泊。经过数字建模后，有研究人员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猜测，那更像是一道人工建造的地下闸门。
环形石壁、8条导流沟、地下水道、共振10台。此前所有分散的遗迹在模型中竟然能够首尾相连，形成一套完整的地下水利系统。可是这套系统的目标似乎并不是蓄水，而是在控制某片更加深邃的地下空间。也就是说，幻龙室世代守护的很可能并不是一群龙，而是一道绝不能失控的封闭设施。至于古人口中的龙，或许只是每当闸门开启时，从地下深处伴随水流出现的巨大生命，因此才被后人误认为神兽。这样的解释依然没有决定性证据，却比任何神话都更加令人背后发凉。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一句只有极少数老人知道的古谚：龙不食人，人开龙门。乍看之下，这不过是一句普通俗语，可若结合前面的所有线索，它却拥有了另一层完全不同的含义。也许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龙，而是打开龙门的人。因为一旦地下闸门失去控制，无论里面栖息的是未知生物，还是某种早已被遗忘的史前设施，整个地下水系都会因此发生改变。或许正因如此，夏朝末期，当2条龙相继死亡之后，幻龙氏才选择带着全部秘密离开中原，甚至主动抹去自己的存在。他们并不是害怕王权，而是在履行一项延续数百年的职责，让后来的人再也找不到那道真正的入口。纪录片最后的镜头缓缓沉入黑暗的地下泉眼，镜头下方一串几乎无法察觉的气泡正从深不见底的水底缓缓升起。没有人知道那只是地下暗河释放的空气，还是某种仍然存在于黑暗深处的生命正在缓缓呼吸。而关于河南神秘养龙村的真正秘密，也许从来没有结束，它只是被埋藏在黄河文明最早的记忆之下，等待下一位闯入者亲手揭开。但真正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当最后一道石门被打开时，被释放出来的究竟是历史，还是一直沉睡至今的另一个文明。就在纪录片拍摄接近尾声时，一位长期研究夏文化遗址的老学者拿出了一份从未公开展示过的拓片。这块拓片来源已经无法考证，据说最早收藏于民国时期一位河南地方士绅家中，后来几经辗转，仅剩这一张纸本默托保存下来。拓片上的文字采用介于甲骨文与金文之间的古老字体，能够辨认出的字不足40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8个字却清晰可辨：飞仰其龙，石守其门。整个拍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因为这8个字与此前所有关于幻龙氏的理解完全不同。如果它是真实存在的古代记录，那么幻龙氏世代承担的职责并不是饲养某种生物，而是在守护一道被称为龙门的神秘入口。龙只是后来的人赋予它的名字，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纪录片团队重新回到地下溶洞，将此前扫描得到的3维模型全部导入电脑进行重建。当所有洞穴、水道、石台、暗河和导流沟完整拼接之后，一副令人震惊的地下结构缓缓浮现。整个地下空间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围绕着一座直径近300米的巨大环形空腔展开。8条地下水道从不同方向汇聚，如同8条巨大的血管，将水流不断送入中央区域。最初，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天然岩溶长期侵蚀形成的结果，但随着模型不断完善，他们发现中央空腔外围竟然出现了规律性的几何边界，每隔约27米便有一处几乎完全相同的凸起结构，误差甚至不足半米。这种高度一致的排列方式几乎不可能完全由自然形成。于是，一个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的观点开始进入讨论：也许史前的人类并没有创造整个地下世界，而是在天然溶洞的基础上，对关键区域进行了极其庞大的改造工程。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为了验证这一推测，团队查阅了近20年来河南地区所有大型地质勘探资料。他们发现，每逢雨季地下水位快速上升时，龙幻村遗址附近总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部分泉眼会持续冒出大量细密气泡，同时检测到空气中二氧化碳和氡气浓度短暂升高。这本是地下岩层释放气体的正常现象，可真正异常的是，这些泉眼从来不会同时出现，而是按照一种固定顺序依次喷发，就像有人提前设计好了整套地下排压系统。更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喷发顺序竟与古石台8条导流沟的排列方向完全一致。如果这一切只是巧合，那么巧合未免太多；如果不是巧合，那么3000多年前修建这些设施的人究竟掌握了怎样的地质知识？但真正可怕的
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故事发展到这里纪录片没有继续选择神秘主义，而是把镜头转向另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纵观世界文明无论是古埃及关于地下圣湖的传说两河流域关于深渊之水的记载，还是中国关于龙居深渊、龙行于水的古老观念，他们都反复强调同一个核心：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天上的龙，而是地下的水。对于史前文明而言，地下水不仅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地质安全、气候变化与生存延续。于是有学者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所谓龙会不会只是古人赋予地下水系统的一种人格化称呼，而养龙实际上是在维护一套庞大的地下水文工程。随着时代变迁真正的技术逐渐失传，只剩下龙这一神秘符号被一代代口耳相传，最终演变成我们今天熟悉的神话。这样的解释既符合工程逻辑，也解释了为何司马迁会郑重其事地将幻龙事写入史记。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倾向于接受这一解释时，一段拍摄素材却再次打破了平静。摄影师在整理夜间红外影像时发现，凌晨3点17分，原本平静的泉眼中央突然出现了一圈规则扩散的波纹。当天没有降雨，没有落石，没有动物经过，水面却像被什么东西从深处轻轻触碰了一下，波纹持续不到5秒便恢复平静，而紧接着洞穴深处传来一阵极低沉的轰鸣。地质专家解释，那很可能只是地下暗河改变流速时形成的空腔共鸣，但录音工程师分析后却指出这段声音并非单一频率，而是由数种不同频率叠加组成，更接近某种连续的回应。最终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致结论。纪录片没有夸大，也没有下定论，只是将镜头缓缓推向那片重新恢复平静的黑色泉水。影片最后旁白缓缓响起。2000多年前，司马迁没有解释什么是龙，他只是忠实地写下了幻龙事3个字。2000多年后，我们依旧无法证明龙是否存在，却越来越确信那些被写进正史的人曾经守护着一项真实存在的秘密。也许那秘密是一种早已灭绝的未知生物，也许是一套领先时代的地下工程，也许两者从一开始就是同一件事。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世界上有没有龙，而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关于龙的最早记忆都指向同一片土地、同一种职责以及同一个早已消失的族群。当最后一位幻龙人离开河南时，他带走的究竟是一条龙，还是整个文明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没有人知道答案。而在黄河古道之下，那些仍然缓缓流动的地下暗河，也许至今仍保存着历史没有说完的最后一句话。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